你现在被困在离家几千英里外的地方，身无分文，也无工作。这样的困境会使很多人感到绝望，抱怨糟糕的命运。但是对于塞浦路斯的芝诺来说，这样的困境成为了他一生工作和财产的基础。公元300多年前，曾经富有的商人在雅典的海难中变得一无所有。因为无所事事，他漫步进一家书店，在阅读中，他被苏格拉底激发了浓厚的兴趣。接着他开始搜寻和研究雅典城中其他著名的哲学家。当芝诺开始教自己的学生时，他提出了被称为斯多葛学派的哲学观。该学派主张美德、忍耐和自我控制，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和领袖。这个学派的名字斯多葛 （Stoicism） 来源于屋顶的柱廊 Stoa Poikile， 这是一种装饰性的公共柱廊。芝诺和他的学生们相聚于此讨论。现在我们通常用这个词指这样一群人，他们能在压力下保持冷静，避免极端化情绪。然而，尽管这个用法抓住了斯多葛主义的重要思想，原始的斯多葛哲学观远不是仅仅一种态度。斯多葛派学者认为，我们周围的一切事物都是根据一张因果关系网运行的，最终造就了宇宙中的理性关系结构，他们称之为理法。尽管我们可能无法一直掌控影响我们的事件，但我们可以控制自己处理事情的方式。与其想象一个理想的社会，斯多葛派的学者在追求自我提升的过程中，遵循4项基本的美德，试图应对这个世界本身的样子。实用的智慧即以一种冷静理智的态度，在复杂情形下运筹帷幄的能力。忍耐即自我约束的训练，以及生活各方面的节制。公正，即使他人做错了事，也能公平对待。以及勇气，不仅仅指在非凡处境中的勇气，还包括清醒诚实的面对日常挑战的勇气。正如罗马最著名的斯多葛学者之一塞内卡曾写道，有时候即使是活着也是一种勇气。尽管斯多葛主义聚焦于个人提升，但它不是自我中心的哲学观。曾有一段时间，罗马律法将奴隶视为私人财产，而塞内卡为他们争取人类应有的待遇，而且强调我们都享有同样的基本的人权。斯多葛主义提倡的也不是被动忍让。斯多葛思想认为，只有接受美德教化过、能够自我控制的人，才能够对他人产生积极的影响。最著名的斯多葛派作家之一，同样也是罗马最伟大的帝王之一。在马可·奥里利乌斯19年的执政生涯中，在面临丧子之痛时，是斯多葛主义给了他领导罗马帝国的2场重要战争的决心。几个世纪之后，在奈尔逊·曼德拉为了南非的种族平等挣扎的27年牢狱生活里，马克的日记给了他指点和慰藉。在他被释放出狱，甚至是取得胜利时，曼德拉强调了和平和重建友好关系。他相信，尽管过去的不公正不能被改变，但他的人民可以在现今应对他们，然后去追寻一个更好的、更公正的未来。几个世纪以来，斯多葛主义在希腊和罗马曾是一个积极的教学。作为一个正式的机构，它销声匿迹了，但是它的影响一直深远流传下来。基督教神学家，比如多马斯·阿奎那，曾经仰慕和采用了他对美德的强调，而且在斯多葛的毫无纷扰或者平静的状态下，以及佛教中的涅槃有一些相似。一个特别有影响的斯多葛主义者哲学家艾比克泰德，他描写了痛苦的源头不是从我们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中而来，而是从我们对他们的决断中而来。这个是对现代哲学和自我提升的强烈回应。比如说，理性情绪的行为治疗专注于改变人们在他们的生活周遭中形成的自我挫败态度。这儿也有维克多·弗兰克的意义治疗，这来源于弗兰克在集中营时代的遭遇。意义治疗建立在斯多葛的理念上，即我们可以聚集我们的意志去让生命充满意义，即使是在最无助的情况下。
仍在寻找吸引自己的哲理。观看这段视频，探索道教这个古老中国的哲学，看看阴阳理论是否能够帮助自己找到平衡。